欢迎来到每周自我保健的剂量。我是一位药剂师，我们会在5分钟之内讨论你的病状。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在5分钟之内控制好咳嗽。咳嗽有许多原因，例如说你是普通感冒，或是说如果你抽烟的话，香烟里有许多化学物品会刺激到肺，导致说你会想咳嗽。再来，如果你对东西过敏的话，有时候液体会从鼻子滑到喉咙后面，然后当滑到喉咙的时候会痒痒的，会容易咳嗽。再来，如果你有胃灼热或是控制不好的话，这样也会导致说咳嗽。如果大家想要知道如何控制好过敏、胃灼热，然后怎么戒烟的话，那可以看我频道里面的其他影片来参考一下。如果你咳嗽超过3周，或是药物引起，或是你发烧超过40.5度，那就需要看医生了。咳嗽有2种，干咳与湿咳。我们需要知道是哪一种咳嗽，因为如果你是湿咳，而你是用干咳的药物的话，那些痰啊或是黏液就会卡在肺里，导致说情况会更糟。跟以往一样，我们先用非医疗方法来控制好咳嗽。首先，我们可以用蜂蜜，可是这个蜂蜜一定要是 buckwheat 蜂蜜，因为这个蜂蜜的性质比较特别。如果需要服用的话，是睡前30分钟1茶匙，然后它的效果是会减少夜间咳嗽的频率。可是一定要记得说，一定要1岁以上才能使用这种蜂蜜，因为这蜂蜜里面有一些物质，小孩子并不能好好把它化解。接下来要介绍2个药的成分，第一个是 dextromethorphan， 这是用来治干咳的。因为个记的方法是说双滴，因为是 dry and dextromethorphan。然后如果你有湿咳的话，你要用 guanfacine。dextromethorphan 是来抑制咳嗽的，然后 guanfacine 是让分泌物更容易排出去，或是把它变得更稀薄，让我们身体更好处理。所以请大家记得这2个成分 dextromethorphan 和 guanfacine， 因为这样会帮助你在药局里无数的产品之内更容易选对你需要的产品，而不是只依靠包装而选择的。如果你要使用 dextromethorphan 或是 guanfacine， 你一定要是6岁以上。副作用的话蛮相似的，例如说会头晕啊、想爱睡啊、恶心啊。可是如果你有情绪问题的话，请跟你的医生谈一下再使用这个药。如果你小1、6岁的话，其实没有任何推荐的。如果你真的需要用什么东西来控制好咳嗽的话，那可以使用这个 Prospan Helixia， 它吃起来有点像蜂蜜，然后它是算是草药产品。有些人试过有用，有些没有，所以就看看你自己决定要不要用。有时候产品会直接写它是为了干咳还是湿咳，例如 Benylin Dry Cough、Buckwheat Dry Cough。可是当包装没有这么明确的时候，那我们记得我们之前讲过的2个成分 dextromethorphan 和 guanfacine，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不用依靠包装来选择产品了。再来呢，我不会一一讲解每个产品的剂量是多少，因为它的产品有分很多不同的剂量，所以就直接看包装会比较方便一点。如果你咳很多，导致说喉咙会痛，那你可以吃这个 NyQuil Honey， 因为它有 acetaminophen， 然后会帮助痰痛，同时也会控制好咳嗽。如果你同时有干咳跟湿咳，那你可以使用 Robitussin Cough Control。可是当你有干咳、湿咳，然后糖尿病，那你可以用 Robitussin， 然后要写 Sugar Free 的。Sugar Free 的话是代表没有糖。如果你有湿咳，那可以选择 Robitussin 糖浆或是 Mucinex 药片，它们2个都一样有效，只是看你的喜好是什么。如果你喉咙会痛，那你可以用 Halls 或是 Cepacol。Halls 的话基本上只是用 menthol， 所以给你用薄荷的感觉，吹喉咙会感觉舒服一点。可是如果你的疼痛比较强的话，可以建议用 Cepacol， 因为它有 benzocaine， 基本上是一个麻木的一个药物，所以效果会好一点。以下是提供给大家的总结。如果这个频道有帮助到你，请订阅跟按赞，然后打开铃铛。如果有特别想要听某一个主题的话，请在以下留言。那我们下礼拜6 8点再见喽，拜拜。